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因为圣诞老人给我加拿大婆婆惹过急眼了、气直高过的故事。我婆婆吧是一个活得特别少女的一个人，平生最喜欢俩事儿，一个是过圣诞节，一个是看迪士尼。然后每年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过圣诞节的日子。你看她平时那么节俭的一个人，那每年往这棵树上花老钱了。那树上是我婆婆天花乱坠的铺张，树下是我公公破财免灾的欣赏。那家伙是酷炫的，再炫一点就应该直接安个地颤了都。总之，他就是倾尽所能吧，就保持这个童话的真实性，让孩子相信。而且不光是圣诞童话啊，就我们每次去他家，就电视上就放的电影，就都是就是王子与公主的美丽童话，就循环播放。但你说这也无可厚非，你说奶奶也不是坏心。但是呢，去年我们去过圣诞的时候呢，俺家孩子已经3岁半了，他就开始有一些疑问了。关于圣诞老人的传说，本来不应该是就是说的这个圣诞老人，大半夜的顺着你家那个烟囱就进你家屋了，然后从他这个大袜子里头就拿出来一些给孩子准备好的那个礼物，然后放到圣诞树底下，然后他走了。第二天早上孩子们醒来，上圣诞树底下一打开，是圣诞老人留下的惊喜嘛，对吧？然后我婆婆把这个礼物都包好了，放到圣诞树底下了。我姑娘醒了就开始拆，但她现在不有点大了吗？她一边拆，她就一开始思索了，就开始问了：奶奶，这个圣诞老人是怎么进来的？她奶说的，从烟囱顶上下来的。我心里就寻思，你说这圣诞老人啥体型？你家烟囱得46以上的他才敢进行投放的。再说你家菜得多硬啊，整个46烟囱多旷啊！但我憋出没吱声。完，我姑娘又发问了，你说奶奶，那这圣诞老人他一天晚上谁家都去，他怎么做到的？然后婆婆说他有小精灵做助手。我当时没憋住，我说哎呀妈，姑娘，你看圣诞老人那体型，一看就3高，就他早就找那个承包合作商了，要不然就这体格，别说满世界到处跑了，就把铁岭送遍，他就累支架了。我婆婆哎呀妈一听就嘎过去。完我姑娘上别墅去了以后，我婆婆就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开这种玩笑，为什么要戳破孩子的梦？我说这有啥的呀，就之前那三个圣诞节，就他还小的时候，他完全信的时候，我也不跟你较这劲呢，就让他信去呗。关键他现在他不自己已经开始发问了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那你说如果我姑娘现在都8、9岁了，还这一套童话信的家浮溜的，那我就得领上医院看看去了，是不是说怀孕时候就误喝那瓶啤酒造孽了呢？我婆婆说她不同意，就是这些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是美好的，圣诞节的童话也是美好的。我作为一个妈妈，我应该努力去保护孩子，活在这种童话般的梦境中。我说但是孩子得成长吧，成长就是梦一个接一个破的过程。我第一个破的梦就是女大18变，一点没变。第二个破的梦就是有的人先长，有的人后长，我从来没长。第3个破的梦就是你与众不同，天上掉了个砖头砸着8个博士，走向社会该打脸打脸，该没钱没钱。而且我个人哈，就我个人就是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个人的心得不代表全部啊，就是我不怕该请的饭局不请的，也不怕该领的人情不领的，就怕那些该醒的大梦不醒的。自古英雄儿女长，细数谁家最悲凉。原有宋江楚霸王，尽说华妃何四郎。哪个武艺不高强，都是不醒梦太长。学名现实恐惧症，土名就叫鬼压床。这是从历史角度来分析，要是从生理规律来分析呢？久喝不停得痛风，久坐不起骨增生，久便不排长大包，久梦不醒人懵登。所以我个人认为啊，就这些美丽的童话之梦哈，就是当乐就行，该醒就得醒。野上能娶到美女，你看人有多大房产；睡美人能等到王子，你看人睡得有多娇艳。你把这些大前提都去掉了，那就剩一个长得磕碜人成天睡到脑血栓。所以我和我婆婆在关于这个话题上呢，就永远达不成共识。这事儿也只能就不了了之，因为她也不是说针对我咋地，也不用因为这事造成啥矛盾。但是我呢，就对这种就是打造童话不敢碰，一生不醒公主梦，就这种现象，我是文化吧，我不是特别理解。你能理解不？母亲节呀，快到了，我的婆婆温迪居然收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儿子送来的礼物。咋回事呢？几个月前，我婆婆大闹加拿大海洋馆，把警察都招来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婆婆的工作吧，是照顾一些就是大脑生长发育有点迟缓、有障碍的病人。这工作我跟你说，其实是高危工种，那整不好让人吐一口、咬一下子、打一电炮，这事儿都发生过。温迪呢，本来也可以摸鱼，就大家都活着就好，但是她偏不，天天申请拨款，要带着这帮孩子就是要探索世界。有一天就带着其中这俩小孩去了海洋馆，这海洋馆呢就有一个水边可以跟小海豹互动的地方，然后旁边啊就有对小夫妻来了就开始拍照，就自拍跟那海豹。他家的小孩就搁旁边那隔水的小矮墙上坐着，让这些夫妻给忘了。那海豹呢就从后边过来，就也挺顽皮，咔嚓就把孩子帽子给薅下去了，孩子也栽水里头去了。幸亏温迪啊手疾眼快，咔给孩子薅回来。孩子薅回来，小两口都没发现到底咋的了，给温迪气的坚决拒绝把孩子归还。
就严重怀疑他俩是就拐来的孩子。最后保安经核实说，这就是亲爹妈。此案这父母啊，不涉及绑架，只是单纯的心大，单纯的心大。温迪女士，请你放手吧，毕竟人家海报都放，海报都放。这事儿就暂时结束了。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，那俩小两口居然带着孩子找到了温迪家。小两口说，就回家想想这事儿挺后怕的，想真心感谢你。这样，温迪，你现在就说你喜欢啥，我们应该怎么谢谢你？因为毕竟生命是最昂贵的。温迪寻思说，就真的想让我说我急需的呗。小两口说，那真的呀。温迪说，我十分想再去中国，来回机票6000刀。小两口寻思说，要不然咱把孩子给海豹送过去吧，生命也没有那么昂贵，也没有那么昂贵。后来呢，温迪还是收到了他们一家人寄来的礼物，这礼物送的绝了。温迪拆的时候看那个形状还有点失望，因为看形状是一本书。他说，我现在看书又不挣钱，没文化也不是1天2天的，你给我书干啥？结果一打开是一本 coupon book， 就是一本优惠券宝典。哎，一打开没有知识，每一页都是优惠券，从超市买菜到景区门票，从加油停车到花椒大料，什么买3赠2，满20减3块，琳琅满目。翻开了这本书的温迪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开卷必有益，书中有黄金。读书是可以赚钱的。翻完只有80页，让温迪更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？书到用时方恨少。那说到这儿，你说温迪为什么对别人咋做父母这个事儿有点强迫症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当年他当单身妈妈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一个靠谱的人能帮他一把，都不靠谱。一会儿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大胖媳妇能活到今天，就是人间奇迹。那你说这个温迪收到优惠券宝典这个事儿，其实还挺温馨的。母亲节，一个母亲收到了一个素未相识的孩子的礼物，就是因为她原始的母性，她的善良。我其实呢也给我的婆婆温迪还有我妈都准备了礼物，这个兰蔻面霜。春天来了需要滋润，它滋润又不油腻，好吸收。同时我也收到了我的兰蔻礼盒，你看这眼霜、面霜还有精华水都有。虽然这是我反复暗示大胖媳妇她才领悟到的，但是看在她活下来的费劲的份上，就这么地吧。谢谢。回到故事中，那么为什么说大胖媳妇能活下来都是人间奇迹呢？温迪当年单身妈妈的时候，带着大胖媳妇，同时她得打工，打工的时候呢，就得把儿子放在他妈那，让他妈帮看一下。温迪的妈妈呢，贼不靠谱。有一次温迪打完工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，发现家里没人，出去一找，发现大胖媳妇在门口一个巨大的卡车底下玩呢。那卡车只要一开动，足。还有一次又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，又没人，发生啥了呢？原来呀，温迪的妹妹和他的对象干起来了。温迪妹妹这个对象呢，又是一个情绪极其暴躁的黑社会。温迪他妈呢，带着3岁的大胖媳妇就去他家拉架去。温迪赶紧开车过去，一到那儿那个场景啊，他妹妹和他那个黑社会的对象都喝多了，满地都是破酒瓶子、烟头子。他妹妹手里一把刀，他妹夫手里一个大猎枪，这大枪直接怼脑门子上，俩人搁这对峙呢。然后温迪的妈妈呢，就坐在沙发上抽根小烟。哎呀，你们这群疯狂的人，让我拿你们怎么办？大胖媳妇3岁半，站在他小姨旁边，对面半米就是他拿着大猎枪神志不清的小姨夫。大胖媳妇手里还捡了一个地上的烟头，啥也不懂，哈喇啷叽搁那。Uncle Michael， 你不崩我呀？你不崩我呀？就这种事儿啊，我听温迪讲老多了，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大胖媳妇有时候不太灵光，你们也就理解了。然后你们有时候看到温迪就是母性泛滥，啥事都管，强迫症也就理解了。总之吧，当妈不易，提前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哎，这昨天不是西方的万圣节吗？吓人呼啦的。但是吧，我感觉今年国外这个情况呢，好像也不用特意额外花钱制造恐怖气氛了，差不多到量了。所以我吧，不知道别处，伦敦俺家住的地方，节日气氛反正不是很浓郁。但是俺家翟耀达呢，却是特别开心，因为他又看到了老朋友拉斐尔。这拉斐尔呢，是我女儿翟耀达幼儿园最好的玩伴。后来幼儿园的时光转瞬即逝，两人都在奔赴各自学前班路途的滚滚红尘之中，迷失了彼此。相隔数月，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，终于在炸鱼薯条店门口转角遇到了思念的那个他。正好呢，拉斐尔他妈回他老家去了，我回国了。就拉斐尔他爹老拉菲和翟耀达他爹老奥仔两个孤独的灵魂，寻思就都跑俺家一块过鬼节去了。哎，你别说拉斐尔是个小海王，你看人名起多文艺复兴。我是咋认识他的呢？当年我领我姑娘上公园去玩去，完就看着一个面带微笑的这么一个小帅哥就朝俺家走过来了，然后他自信地拉起了我女儿翟耀达的手，就朝不远处他妈妈的方向走去，然后在骄傲与淡然之间吧，就整了个手势告诉他妈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当时他妈，哦，我亲爱的小拉菲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这一套。然后跟我说，糟蹋的妈妈，我希望你不要介意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6个了。哎呀妈，给我逗稀了。从此以后我就特别喜欢这小拉菲。完，他俩昨天晚上呢就都上俺家来玩了一会儿，这小孩圣诞节这装神弄鬼这游戏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这种同感哈？就这一年在国外跟这帮外国人过这个万圣节哈，就是咱也理解，就是咱得是就入乡随俗嘛。
但是我就完全 get 不到它的嗨点在哪儿。就这个节日，我就回想当年在加拿大跟他一块过这个万圣节哈，我公公60多岁老头提了这个就淌着血的道具手，就老假了，那流窜一晚上自嗨，那家摇哪儿的摇啊，逮谁吓唬谁。关键被吓唬那个也60多岁了，还坐过大桥，那家俩人一个完另一个还有那往年的伦敦，一到万圣节的晚上，你就看着这些年轻人都给自己画上这个万圣妆容去参加各种 party， 因为万圣节也是变装节嘛，就是你要给自己打扮成一个你想象中的角色。但是说实话，我就绝大多数的真是就一点新意也没有。你往那个伦敦地铁上放眼望去，两大排基本都一个造型，凌乱金发护士妹，眼角2滴血色泪。当然了，我理解不了，也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，对他们文化中很多细微的东西我还是不够了解。那就像我老公来中国也没少待，但是有很多咱们眼中就老简单的事，在他眼中都是个谜。我今天给您讲一个他当年说的一个乐的事啊，我自己觉得老逗了，就算万圣节大酬宾吧。这万圣节它和清明节相似，源头上它不都是关于逝去的人的一个节日吗？然后有一年清明节呢，我老公就跟着俺家人去扫的墓。完扫完墓呢，我们就都到这个扫墓这个统一的地点烧了点纸。完我老公就问我，就是这些烧掉的东西是什么意思？我说就是按照传统呢，我们觉得逝去的人他需要啥，我们就给他烧点啥。哎呀，就是寄托思念呗。以前呢，就大伙都在就是自己家附近找个点儿各自烧，现在讲规矩讲文明嘛，就都要在统一的地点烧。我老公说啊，哎呀，之后很多年呢，人家一直记着这番话。完有一年我跟他俩在铁岭打车，我也忘了去哪儿了，他就往窗外瞅啊，就看见路边的街道上，尤其是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，就是有很多小火炉，火炉后边呢就总会有一个人一边扒苞米一边烤苞米。是东北人都知道，这也算是就东北一景了。完我老公感叹了，你老说东北人爱吃苞米，刚开始我也寻思那爱吃还能有多爱吃，现在我终于信了，人都没了还要苞米呢，这真是跨越时空的红尘的爱呀，是了不得，这是。